几年前，如果我们选外设，国产的平价产品还是比较妥协的选择，而现在的外设已经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你能找到各种比国际经典产品性能更好、价格还更便宜的平替产品。键盘，我去年也给大家做过视频，国际厂商还在用 Cherry 轴呢，在手感、声音还有顺滑度上都全面落后于头部国产轴。鼠标现在300块钱就能买到基本最强传感器的一套，甚至现在买个鼠标都能卷出普通版、Pro、Ultra， 就是为了在同一个模具下面细分出不同的传感器选择，生怕你找不到自己的精准需求。正好麦从这些外设他们都有，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外设应该怎么样选到自己最合适的。先来说说鼠标，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鼠标性能是接近于溢出的。如果你想找一个游戏鼠标，你的下限来自于硬件性能，你可以先看一下传感器。这里呢，我给大家放一张鼠标的天梯图，咱也别看那么多，其实主流的也就是3395和3950。简单来说，现在3395绝对够用，3950更强，但是普通玩家基本上感受不到。还有一个大家会关心的就是鼠标的回报率。我这里有一个可以测试鼠标回报率的软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先设置好鼠标现在的回报率，然后我们就开始测试。开始测试之后，我们就可以疯狂的画圈，它就可以实时显示出来鼠标的回报率了。像正常8K 回报率的鼠标呢，它就能跑到个7500左右。竞技玩家可以试试看4K 或者是8K， 鼠标会更加跟手，但是呢，这也会极大的降低鼠标的续航，并且加重电脑 CPU 的负荷。8K 回报率使用之后，在游戏里的帧率都能骤降个几十帧。所以说我推荐还是用1K、2K 或者是4K 更加合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有时候鼠标打起来一丢帧就直接下一把了。别以为这个很离谱，职业选手在赛场上还丢帧呢。我第一把打完就很卡。如果你的无线设备比较多，你可以把接收器放到鼠标垫前面，可以稳定很多。前面这些在上一期的鼠标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说了不少，今天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挑选自己最适合的模具。这里我总结成2个方面，手长以及握法。大家可以拿一把尺子来量一下自己的手长，从中指顶部到掌根处就是你的手长，18厘米以上为大手，17到18厘米为中手，17以下是小手。大家也可以测一测自己的手长，来判断自己需要多长的鼠标。像是我们中手尺寸呢，一般使用的是121到126毫米左右的鼠标，像是 GPW 的尺寸就是126毫米的，小手使用120毫米往下的鼠标，脉从 A5 以及 L7 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而大手则是126毫米往上会更好一些，就比如说雷蛇的独魁 V3 Pro。像我的手是超级小手，我还用这种小手趴握，但是如果我去找一个超级大手的小伙伴，他这个鼠标是用不了一点。我们选好了尺寸，那具体的形状我们要怎么选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握法了。这里我就不得不记出我的法宝了——热成像仪。通过热成像仪，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不同握法在鼠标接触面上的不同，像是抓握、抓趴、趴握、指握，大家可以以此来判断自己大致的一个握法。那怎么选模具呢？这里我就推荐一个这个网站，上面有着比较详细的模具曲线，可以给大家参考。像在鼠标的腰部以及尾部，二者的差距越大，在你手掌的左右部分存在感就更强。像是 M7 系列，它就能很好的贴合住手掌的左右鱼际肌和大拇指，鼠标就会更加牢固。而如果你需要手心的支撑感更强，可以选择背高更高的鼠标，像是 A7 这一类GPW 模具的。反之，你不希望有太多支撑感，就可以选择像是 L7 这一类低背一些的模具。并且在目前游戏鼠标里面，重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之前为了追求鼠标的稳定，鼠标是越重越好，像是 G502 它还能加铁块，一个鼠标就100多克。而现在的鼠标追求的是越轻越好，这样对手部的负荷更小，也更加灵活。40到50克算是现在最甜点的重量。这里我也总结了一些比较常见的选择给大家参考。如果你是抓握玩家，可以选择低背或者是高背的对称鼠来使用，例如像是 A5 这一类的模具的高背对称鼠，或者是 L7 这一类的低背对称鼠。趴握玩家可以选择 G7 一类的工学模具鼠标来使用，这样会使你的趴握更加贴合鼠标的表面，握得更加牢固。而指握玩家的要求会更加严格，更轻的小尺寸对称鼠或者是宝宝鼠是最好的选择。像是 L7， 他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背小尺寸轻量化，指握玩家使用也不会太过累手。
盘跟鼠标最大的不同是，30包邮的键盘有这么多个按键，功能也是基本差不多的。然而贵的键盘你一眼就能认出来，最大的区别其实在手感、外观、声音上面。键盘的手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轴体，段落轴的手感就是咔啦咔啦的，像家里面电灯开关一样的感觉。线性轴的手感它会比较通透，直上直下的感觉。我的建议是直接无脑入热门线性轴就完事儿了。然而键盘看上去一眼贵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键盘的外观设计。以前的键盘只是键帽透光，现在更是离谱啊，有把整一个灯枕都加到键盘上的，甚至还有简直就是在屏幕上面做键盘的。实用一点的呢，会给键盘上面加一些小功能，比如说 G87上面这种声音旋钮就超级实用。记得之前我把声音旋钮的键盘换掉之后超级不适应，还专门去买了一个旋钮回来。外壳的质感也很关键，假如你第一次买铝制外壳的键盘，这个重量放在桌上怎么都推不动。CNC 加工出来的外壳也非常有质感，就算同样是塑料外壳，不同的塑料外壳差别也很大。比如这一把我也挺喜欢的，这个外壳再配合这种特别的键帽，整体就很可爱，有点马卡龙的感觉。我还是蛮喜欢换键帽的，看我准备更换的这一套超级无敌可爱的键帽。换键帽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快乐了。你看，像拿个拔剑器，很快就能拆掉一整套了。不过大家在拆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提前拍好照。之前我就在想说，我每天都在用的键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位置在哪里呢？但我现在想装的时候，我是谁？我在哪？现在市面上的键帽大部分都是原厂高度的键帽，这个高度是 Cherry 公司根据人体工学研究出来的。后来很多厂商在这个基础上面做的一些调整和优化，就有了 OEM、XDA、MDA、SA 等高度。就比如说这把 K99V2 就是 MDA 高度的键帽，这个高度比原厂更加圆润，高度也更低一些，整套装上去的时候就很好看。我之前还买过一套金属键帽，当时那个键帽更是重量级，又硬又重，差点没给我手打断。更离谱的是什么？它会生锈，卖二手都没人要。看得够好看，还得打字好听，有些键盘的打字声音听起来是真的很爽。这些打字音就跟轴体和填充有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自己的键盘里面有多少层填充？像是我手上的这一把 K99V2，好家伙，足足有6层的填充，里面都塞满了，属于是消除了大部分的杂音。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有填充的 K99V2 和无填充的打字音区别。不过现在除了普通机械键盘，磁轴键盘也是现在大热的一个品类。大概现在卖10把键盘，其中就有1把是磁轴。磁轴和普通键盘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完整的知道你按到了键盘的任何一个高度。虽然最早的磁轴已经出现很久了，但是直到最近才被发现了它的核心用法 RT。无论你在轴的哪一段行程，你只要开始抬手，它就能断开。像是设置成0.01毫米，甚至到0.005毫米，当你按下了0.01毫米，或者是抬起了0.01毫米，就能被识别触发。这个数值有多恐怖？像是我们的头发丝儿直径正常就是0.04毫米到0.12毫米，你甚至都不需要按下一根头发丝的距离，就已经可以判定你已经按下了。真的离了个大谱了。磁轴的主要部分往往不在于硬件，而在软件以及算法的调教，所以这个驱动就特别的重要。现在驱动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高端了。在之前，我们的外设驱动都是以 App 端为主，而现在的磁轴都有了网页驱动，功能也是比较全的，可以在这里设置 RT 或者是校准。这里我还发现一些很奇特的功能，在高级键这里呢，它有一个叫 RS， 一个叫 SOCD。我们点开这个 RS， 设置好一下这个按键，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当你设置2个按键之后，你按下这2个按键哪一个按得更深，它就会被触发，那另外一个按键它就不会被触发。像我现在设置成 A 和 D， 如果我现在先浅浅的按一下 A， 它就会触发 A。但这时候如果我按 D 按得更深的话呢，它就会停止触发 A， 然后它就开始触发 D 了。这样子有什么作用呢？它就可以让你在 CS 里面急停能够更快的停下来。SOCD 就好理解很多了，就是当我一直按住一个键的时候，中间可以穿插别的按键。比如说现在我长按 A， 然后中间时不时点一下 D， 我再按几下，你就发现一堆的 A 中间它穿插了一个 D。那实际的表现就是我在匀速移动的过程中，时不时的晃一下，就可以在比较靠身法的这些游戏里面实现一些比较神奇的走位。这2个功能呢，都还蛮讨巧的，难怪在有些游戏里面被禁用了。
磁轴键盘的外观其实有一个很独特的象征性的地方，就是这个飘带。现在只要是有这么一个小玩意儿的键盘，很大概率就是一把磁轴，辨识度直接拉满了。像是 A468就是有着一根飘带，你还可以在网上找到各式各样的飘带，换一套键帽再换一根飘带，直接相当于全新了，好吧？但由于磁轴本身轴体结构的问题，其实在打字声音、手感上面很难比得过普通机械键盘。所以很多发烧友都会选择去优化它的内部填充以及轴体精调。我也去试了一下，买了一套 A468的声音包，毕竟原来的 A468才100块钱出头，在堆料和填充上面没有太狠。不过经过了优化之后，声音和手感改变还是蛮大的，会比原来好听很多。如果大家对手上的磁轴键盘声音手感不太满意的话，可以试一下用声音包或者是铝壳来改善。游戏耳机反而是这里面最好选的，耳机的区别可以说是非常直观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得戴着舒服，确实每个人存在差异，可能不同的人佩戴体验也不一样，但是更好的佩戴一般会兼容更多数的人。耳机到手之后可以看一下耳罩这里够不够软，够不够饱满，头梁这里能不能伸缩，更高端的型号可能这里还能够调节旋转。第二个呢就是连接方式，现在我还是比较推荐无线 2.4G 的游戏耳机的，我自己呢是不太区分得出来声音上面那一丁点的延迟的。如果你平时玩得非常竞技，也可以考虑用有线。这一款 V9 Pro 也算是100多这个价位比较有性价比的产品了。如果预算比较吃紧的话呢，100元以内也有 G9 这种入门游戏耳机，不过在用料上面就会有一些取舍。而且好玩的是，它这个驱动是可以把键鼠耳机都接进去的，终于不用一个设备一个驱动了，好吧？现在脉从家各个品类的产品也都有，如果你想在脉从里面选的话 ，FPS 玩家尤其是玩瓦和 CS 可以试一下 A468，大手可以搭配 A7，耳机 V9 Pro 目前来说算是这个价位里面不会错的选择。如果你是其他轻度游戏，可以试一下 A5 加 K99V2，日常办公可以试一下 G7 加 G87。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我发现我现在出门特别的诡异，我会到当地的电子产品店里面去逛一下国外的线下门店，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去看过日本还有欧洲的线下门店在卖的键盘，我感觉我回到了10年前的版本。现在卖的键盘依然是那些经典款，价格从大几百到上千的都有，但是其实对比现在的新兴产品，无论从轴体还是外壳、外观还是填充，都已经完全被超越了。不知不觉我发现我录了好多出门逛电子产品店的素材，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呢？改天我也可以专门给大家做一期看看。OK，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杰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